朝鲜的一场农民起义是如何演变成中日的国运之战的。提到东学党，大多数人可能会感觉到陌生，但正是在1894年东学党起义的爆发，最终引发了中日甲午战争，对中国和日本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多数的历史记录当中，每当谈及甲午战争，作为战争导火索的东学党起义却常常被一笔带过，甚至在一些专门研究甲午战争的书籍当中，也仅用术语概括，难以展现其来龙去脉。那么这场引发朝鲜半岛民族危机的东学党起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所主张的东学又意味着什么呢？要谈东学党，首先得从它的母体东学道说起。东学道是一种诞生于朝鲜民间的宗教，由庆尚道庆州人崔继瑜于1860年创立。当时的朝鲜内忧外患，国内政治黑暗，百姓民不聊生，外有西方列强觊觎，假借传教之名刺探情报，甚至收买流氓地痞为带路党，引发了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，朝鲜的民族危机日趋严重。在这一背景之下，一些朝鲜的有识之士尝试以本土信仰对抗西方势力，东学便应运而生了。所谓东学，就是东方之学。1860年5月，崔继瑜融合儒释道三家的教义，以诚信敬为核心，创立了东学道，宣称代天济民，反抗西方宗教，维护民族正义。因其教义贴合底层民众的愿望，东学道迅速传播，2年之内信徒已超过10000人，主要分布于庆尚、全罗两地。俗话说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东学道的迅速崛起令朝鲜统治者感到了威胁。1864年4月，庆尚道观察使徐献纯设计逮捕崔继瑜，以蛊惑民众之罪将其处决，同时大肆镇压东学道徒，导致这一宗教一度陷入低谷。但是崔继瑜的弟子崔时亨继承其遗志，四处奔走，不遗余力地发展东学道。到了1880年，东学道已在半岛南部成燎原之势了。1876年，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了江华条约，民族危机进一步恶化。东学道号召民众驱倭逐洋，挽救国家危亡，并且要求政府进行改革以增强国力。这一号召得到了广泛响应。1893年，崔时亨组织数万道徒在中清道请愿，为崔继瑜平反，停止对道徒的迫害。可是和平请愿的努力没有取得实际效果，反而引来了更加严厉的打压，最终引发了1894年的东学党起义。1894年2月，全罗道古富郡的东学道徒因为不满地方官赵炳甲横征暴敛，就发动起义，推翻了郡守并开仓济民。虽然起义军的武器简陋，却因为纪律严明，深得人心，队伍迅速壮大。此时全本准提出了逐灭倭夷、驱兵入京、尽灭权贵的纲领，虽然没有直接反对李氏王朝，但是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反封建色彩。起义军在短短数月之内就控制了全罗、中清、庆尚三道，建立了自己的执政机构直纲所。可是此时朝鲜政府和我国清军就联合对起义军展开了围剿，而清军的介入也为日本提供了干涉朝鲜内政的借口。随着甲午战争爆发，日本全面侵入朝鲜，对东学党进行了血腥镇压。最终起义军因为物资匮乏和天气恶劣节节败退。1984年底，全本准被俘并遭到处决。1898年，连坚持和平斗争的崔时亨也被日军绞杀，东学党起义至此完全失败。尽管如此，东学党起义仍在近代亚洲的民族解放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。崔时亨的弟子孙秉熙继承遗志，将东学道改名为天道教，并且在日战时期领导了3·1运动，也掀开了朝鲜民族独立斗争的新篇章。这无疑是东学党起义精神的延续和发展。所以纵观历史来看，如果没有东学党起义，中日甲午海战
可能还要再推后几年了。